Hello，大家晚安。好，对，那今天的话会来介绍这篇论文《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for Spacetime View Synthesis of Dynamic Scenes》。Hello，Coco，晚安。对，今天会来介绍这篇论文。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一样，我们先来聊一些别的东西。就是我昨天不是下午直播那个嘛，Coordinate MLP，然后就把它写完了。然后呢，我今天看了一下，发现那个影片的观看数量爆表。原本我之前应该说介绍身份论论文、深度学习的论文的那种直播啊，是会比一般玩游戏的多一点，不过也都才200-300个观看而已，就是过1-2天之后的结果。但我今天回来看之后，发现昨天的那一部直播已经1000多个观看，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就有点吓到。然后那个订阅的数量好像，昨天我不是 po 一个照片就是我那个模型2.0也在思考中嘛，然后就是1个月多了200个订阅，然后昨天的那个时间是4371个人，然后今天再看，突然就多了70几个，就一天之内突然多70几个，还是前所未见的高峰。太穷了，太夯了，我看错了，看成简体，太夯了。对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支影片就突然这么多人看。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一支影片，我自己也是对那部分也是蛮有兴趣的，就是那个跟什么 Nerve 的研究算是垂直方向。就是他那个是研究你怎么把一个 MLP 让它可以就是 cover 到很多高频率的细节。Hello， 灯草棉晚安。对啊，昨天那个一度飙升的，我到刚刚看都还在那个订阅数都还在增加，吓死了。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大家对那个比较有兴趣的话，它其实还有延伸的方法，就是跟 Nerve 一样，有很多那种扩充包。但它那个的扩充包比较没有太多种类，就是我们介绍的有很多种那种 activation 嘛，就是昨天有写那些Gaussian 啊、Laplacian、Super Gaussian 那种有很多。那除了这种就是在那个 input 上面做文章的论文以外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扩充，它是把原本我们是一张图片。比如说一张图片，然后它每一个像素你都把它独立的去训练，就是每一个像素你就经过一个深度网路，然后神经网路，然后你会计算出它的那个颜色，对。但是呢，那种方法其实就是比较没有效率，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种自然界当中的图片呢，它都不是它的像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对，比如说我们就取这一只虫虫的影片，虫虫的图片来说，就是说如果放大来看的话，你会知道说，它的细节就是在虫的本体的部分，但是它背景的部分，比如说这里这一块就是看起来几乎颜色都差不多，就是一个绿到黑色的渐层而已。所以呢，这里呢，其实我们它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我这一整张图片我不需要就是把它利用同一个神经网络去做训练，我可以把它切成很多个小块，就比如说这种比较没有材质的地方，我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神经网络，然后去 cover 一个比较大的领域。然后像是这种虫的本体啊，它的细节比较多的地方，那我就可以用另外的神经网络去 cover 这种比较小的地方。那如此一来的话，它可以就是同时增加训练速度，因为比如说这种领域呢，我就可以很快的训练过一次，那收敛就很快。那同时呢，因为小的地方，你一个小的领域用一个独立的神经网络去训练的话，那它在这边的那个在线的那个精确度也会比较高，所以它是透过这种把一张图片呢切成很多高材质以及低材质的领域的方法呢，它可以同时达到增加训练速度以及那个精确度的一箭双雕的这种结果，这样子。对，
那今天的话不会来写这个只是说，因为昨天那个 Coordinate MLP 好像大家比较有高度的兴趣，所以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它还有另外一些扩张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方法呢，会不会在直播上写？因为它这个目前还是没有 GitHub 的那个官方的实作的 code， 所以我可能看一下，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写得出来。因为这个比之前那个 Coordinate MLP 要复杂一些，所以我要先看一下能不能写出来。那如果可以的话，说不定下次的程式直播就来直播这个东西。对，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大的图片啊，然后对，而且这个也可以训练比较大的图片，因为昨天直播我们就训练一个256×256的图片而已。那种图片其实算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因为它把一个大的图片切成很多个小的领域，那实际上的话，它就可以训练一些非常大的图片。比如说，这里它显示了一个结果，这张图片的大小，我记得它纵横好像都几万个像素，对，所以总共会有10000×10000个像素，也就是1亿个像素以上在这里面。对，那这种就是超级大的图片，那它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训练出来，这样子。那之后，对直播的话，我再看看能不能自己把这个写出来。那如果可以的话，就秀给大家看结果，然后我们训练一下。对，这个是涩谷，看到这个109就知道了。涩谷109这个建筑物，然后在右下角，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交叉路口，十字路口就超多人的那个地方。对，这里是涩谷西布亚。它这张图片比较奇怪，它是那个 RGB 相反的，原本这些蓝色的应该是红色的，比如说这个卡拉 OK Big Echo， 反正就是一个卡拉 OK 的那个店，这个看板应该是红色才对，但它这边显示为蓝色，应该是训练的时候那个 RGB 用相反了，笑死。因为就是那个 OpenCV 读出来的图片会是 BGR， 就是红色会变蓝色这样子。那他可能用到 OpenCV， 然后忘记把它 RGB 就是 BGR 转 RGB， 我猜的，好搞笑。对，好，那这是一个前情提要，对。哦，然后还有另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昨天我不是说我要回去把这个，就是昨天写的那些各种 activation， 我把它套用在 Nerf 上面嘛？因为就是说这篇论文提到它，就是原本 Nerf 是长左边这个样子，有 positional encoding 进去之后，经过很多层 ReLU 的那个神经网路，然后可以训练一个 3D 的构造。然后这篇论文提出一个方法，就是把 activation 改成Gaussian，然后只需要4层，原本需要8层，那它只需要4层就可以构建出同等的结果。那我后来回去试了一下，就是用我们昨天写的那个 activation 去试了一下，但我还没有尝试出好的结果。就是把 ReLU 直接改成Gaussian，然后试很多个不同的 A， 所以我们说那个 A 的这个超参数是比较重要的。但我试了很多个 A， 好像结果都差不多，结果就跟4层的 ReLU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结果跟这个差不多。那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写法应该是没错，但可能那个参数的设定还要再调整一下。比如说，说不定它高显每一层用的是不同的 A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之后再试一下。对，但我目前的话还没有办法得到跟论文一样的结果。之后有什么更新再跟大家报告。好 ，Hello， 樊佑明晚安。我们刚刚还在讲一些前情提要，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是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 project page， 其实就可以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那
上面是它的 input video， 它的输入呢跟 Nerf 一样，也是一个场景的多个视角拍出来的结果。但跟 Nerf 不同的是 ，Nerf 拍的场景是静态的，就是你不管怎么移动那个照相机，你所拍出来的场景都是静止的。对，但是这个论文它所研究的目标不一样，它研究的目标场景是动态的。比如说这边是一个小孩子，他在玩这个泡泡这样子。那对，所以原本的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图片，这个影片就好。它是一个小孩子在玩泡泡，然后除了小孩子他在这样子旋转移动以外，然后我们自己拍摄的这一个人呢，他也不是就是站在原地不动的拍，而是他会就是移动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场景里面，那个拍照的人他是有往左一点，然后照相机也有旋转一下，这样子再拍。我们再看一次，就像这样子。对，那它的问题设定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移动的动态场景，并且你的照相机也是在移动的。好，那有了这些 input 之后呢，它这个论文研究出的方法是，它可以把时间以及空间整个东西都切开。那它可以办到什么事呢？它可以固定其中一个东西，比如说左下角它是固定时间，然后移动这个照相机的轨迹。那结果就是这个小男孩他是会固定在原地，但是对，固定在原地，但是我们可以做出这种就是 Nerf 里面大家有看过的，就是那种螺旋状的轨迹这样子。好，那中间的部分呢，则是固定另外一个东西。中间的话是固定照相机，但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控制时间。比如说原本这个影片开始时间是0，然后最后结束时间是1的话，那它可以自由控制，你要生成0啊、0.1、0.2、0.125之类的，所有的时间它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内插出来。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结果。那这边的话就是固定照相机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看这个小男孩他在原地旋转这样子，然后这些泡泡也会移动。对 ，OK， 那最右边的话就是他把2个东西就是混合在一起，他同时移动照相机，同时也把那个时间从0慢慢就是内插到1这样子。就同时控制2个东西，那看起来的话就像那种电影里面我们叫做子弹效果，中文是子弹效果吗？英文是 bullet time effect。看一下中文叫什么 ？bullet time， 中文叫做子弹时间。对，就是。你看电影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骇客任务，他就是一个人在躲子弹。那他躲子弹的时候呢，那个照相机是慢动作在移动，就是你时间慢慢的移动，但是你同时那个照相机也是这样子移动的范围很大。对，那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实现，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控制照相机，然后同时再慢慢内插你的那个时间，就是达到我们这个子弹时间的特效，那就像右下角这个部分一样。OK， 好，那前情提要就长这样子啦。我们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其他它的结果好了。那今天嘴巴有点干。昨天直播了2场，好，比如说我们就随便看一个好了，比如说就jumping这个场景，就是一些反正就是他的同学们在那边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输入呢也是一样，就是多喝水，对，我现在喝绿茶，对，输入一样也是，就是同一个照相机，然后再移动，然后拍这些人他们在动态的这样跳。对，输入就这些照片而已。
然后呢，他就可以用这些照片去训练出一个就是3D 的那个 Nerf， 然后达到比如说这边的话是固定时间，然后移动照相机，达成这种螺旋状的视角。然后左下角的话则是固定时间移动，固定照相机移动时间，那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位置看到这些女生跳下来的结果。那最后右下角这里则是就是2个都控制，同时把这个照相机做螺旋状的移动，然后也把那个时间做0到1的内插，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来介绍这篇论文的内容吧，就是介绍说它是怎么样达成这些目标的。OK， 那这边的话我就跳过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 Nerf 也有讲过的，就是一个3D 的点然后什么一个像素你设一条射线，然后把那些点去经过 MLP 去取得它的那个颜色密度那些，然后做 volume rendering。这边的话我就省略这些就是 background 背景知识，我就讲这篇论文它所提出来的新颖的方法。好 ，OK， 那我们一样用这个 concept board。看一下哦。跟提高帧数的方法是不是重叠了？提高帧数的方法其实不一样，我是觉得不一样。这个算是比较做的事情更多一点。这个方法，因为它是实际上它是把整个3D 的构造都复原，所以呢，它除了可以做那个time interpolation， 就是你说的提高帧数之外，它还可以就是自由移动照相机。对，那跟普通提高帧数就不一样，因为如果只是提高帧数的话，你不需要知道照相机，你只需要知道前一帧就是 t 跟 t+1， 你只需要知道这2帧，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内插出它中间那一帧这样子。对，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如果只是提高帧数的话，那应该是不需要用这个方法。那实际上用这个方法的话，应该效果也会比就是单纯提高帧数的那些研究结果还要来得差。对，那方面的话，我们看我的人物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回来了。对，那个的话我最近比较没有看。不过其中有一个人也是研究那个的，我知道，就是这个 Simon Nicholas， 不知道有没有念对就是了。他主要的研究应该也是看一下他的 GitHub 在这里。他主要的研究是那个之前是光流，就是 optical flow， 然后呢，他也运用这个 optical flow 的方法研究了很多，就是你说的那个提高帧数的东西。他最近好像都没有上传。哦，这个是你说的那个提高帧数，就是 video interpolation。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吧，现在看不到。只有 paper。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开来看一下。我刚刚这边的打不开耶。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哦，这个也是video frame interpolation。然后我就记得这个人写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那个把影片提高帧数，比如说这边是一支
那个红鹤它在移动它的脚。那如果是之前的方法的话，就是移动的时候，如果只单纯的提高帧数，那中间这边就没有办法很好的重现。但是如果用它的方法的话，就可以这种缓慢的移动，它也可以很好的重现出来，这样子。好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然后看一下跟这个相关的研究者。对，主要的那个 keyword 应该就是这个 video interpolation。那就我所知，运用到大部分的方法也是用光流，就是你计算 optical flow 之后，你用那个去做内插这样子。对，那个 optical flow 的部分呢，今天也会提到。今天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用到光流的部分。光流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说是东西。这篇论文用到的知识还算蛮多的，就不只有 nerve 这样子。对，所以这一篇应该可以让大家学到蛮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好，那还是回来说一下，就是 nerve 的话，它是一个像素嘛，然后跟我说不要说了，但还是说一下，放大一下。对 ，nerve 的话是一个像素，然后设一条射线，然后去一些采样点，然后这些采样点呢，就是它有 x、y、z 跟它的那个视角 θ、φ， 然后你去经过一个神经网路，然后你去推断出这个点，它的颜色。它的颜色跟它的密度 sigma 这样子，对，这个是原本的 nerve， 但是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边的话就是所有它的点呢，它都是 x、y、z 跟 θ、φ， 所以呢，它没有办法控制任何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你时间不一样，但是你的点会移动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成立。因为比如说你在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物体，那一个物体在这里，那这个是时间等于0的时候在这里，那它时间等于1的时候移动到这里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点，这个黑色的点，它在这个2个时间的这个颜色跟占有率跟这个密度都是不一样的 ，OK 吗？比如说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因为这边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它出来的这个 sigma 应该会是等于0，在 t 等于0的时候。但是因为 t 等于1的时候，这个东西蓝色的这个三角形跑到这里来了，所以它的 sigma 就不再会等于0了。所以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这个点的坐标输入进去的话，那因为神经网路是固定的，那输入也是一样的，那它得出来的结果会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神经网路的设计，首先它就没有办法就是训练出这种移动物体的场景。对，所以呢，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这一篇论文，它所提出的第一个改动，就是把这个神经网路的 input 的地方再多加一个 t， 我们把它移上去一点好了。对。OK， 原本的 nerve 呢是这样子，就是一个3D 的点，看它的角度进去之后会得到这个颜色跟密度。那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我写一下好，这个上面是原本的 nerve， 那下面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缩写是 NSFF， 然后它提出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在这个 input 的地方，除了原本的这些3D 点的坐标啊、视角之外，它还加入了一个 t。对，那这个 t 呢就是时间，那他就把这个时间呢加到这个神经网路里面。OK， 那所得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不再是这个单纯的 c 跟 sigma， 那所得出来的东西会是有2个。他这边就是又做了一个怎么说，让这个训练起来比较稳定的一个设计。
它是训练这个神经网络输出2个东西，一个是静止物体的颜色跟密度，那另外一个是移动物体的颜色跟密度。对 ，OK， 那我们先讲后面这个地方好了。比如说这样子输出来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输出的好处就是，OK， 那我把这个，好，就这样好了。这个的好处就是你这个 CS 跟Sigma S。它是背景的，就是那些静止物体的颜色跟密度，所以这个东西是跟 T 无关的，所以它训练出来的这个收敛的速度会比较快，因为你很多个视角，那你大部分的场景其实都是静止的，只有少部分的东西是在动的。比如说刚刚那个场景就是刚刚这个，就是大部分这些草啊。墙壁都是固定的，只有这个小孩子跟泡泡在动，所以大部分的像素其实它都是固定的这样子，所以它就是独立出一个这个背景的这个颜色跟 Sigma， 那这个跟 T 无关，那只有下面这个移动物体的颜色跟 Sigma 会跟 T 有关。对，那比如说以刚才这个三角形这样子移动过来的场景为例的话。就是当你 t 等于0输入进来的时候，你这个 CS 跟 Sigma S 会是背景的颜色，就是这一点它背景的颜色。那 CD 跟 Delta D 呢？CD 跟 Sigma D 呢，在 t 等于0的时候，呢，它会是比如说，因为是这个点嘛，那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 Sigma D 就会等于0。那 CD 的话，可能等于一个。任意的数字，反正不是很重要，因为密度是0。那 t 等于1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训练出来这个 sigma d 可能等于，比如说10，然后 cd 会等于这个三角形的颜色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它把这个静止的跟移动的切开，然后只有移动的这个会跟 t 有关，就是每一个不同的 t 输入进来，那得到的这个 CD 跟 Delta D 会是不同的值，这样子。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在输入这个 nerve 的这个 XYZ 啊、Theta、Delta 进来之前呢，它是会通过一个叫做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东西。我们用 gamma 这个函数来代表它。对，输入进来之前呢，会经过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那其实这个 T 呢，输入进来之前呢，也会经过一个叫embedding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好理解，它就是因为原本的 T 呢是一些整数，就比如说总共有3帧的话，比如说这个三角形是从这里移动到这里，然后 T 等于2跑到这里来了，那你的 T 就会等于要么0，要么1，要么2嘛。但是你输入到神经网络的时候，不是直接把这个0、1、2输入进去。那这边用到的技巧是，如果你知道那个 NLP 就是文字处理的那个深度学习的话，你会知道有一个叫做 Word Embedding 的矩阵。那它是把一个整数换成一个向量，比如说0呢，它就换成一个 V0， 然后1就换成一个 V1。那这些向量呢，就是比如说它的长度。我记得这边的长度好像是，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长度，它是可能是长度为48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随机的向量这样子。然后这些向量也是可以训练的，对。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地方 T 在输入进来这个神经网络之前呢，也不是直接把这些整数输入进去，而是会经过一个 embedding， 把它们转成向量。之后再输入进来，对，好，那这是它的神经网络的构造，就是除了原本的这个之外，再加上 T， 然后输出的部分变成有 DS 跟 CD 这2个东西，对，好，那这边的话，好，对。它其实论文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blending factor， 就是一个东西叫做 B。
在这个输出的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 B， 那这个 B 代表的是这个是 blending factor 的意思。对，这个东西代表的意思是你要这个点呢，它是有多少成分是移动，多少成分是固定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东西也跟 t 有关啦，就是跟 t 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 t 等于0的时候，在 t 等于0的时候呢，这个 blending factor， 这个 blending factor 就会是0。0代表是就是完全静止，因为在这里，在这个点 t 等于0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它是完全静止的。那比如说在 t 等于1的时候，这个 blending factor 就会等于1，因为在 t 等于1的时候，这个点呢它是完全移动的，因为对，就是有一个三角形在这个点上，所以它是完全移动的状态。那这个 b 会等于1。原本论文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参数。好，我们先这样讲，对，但我后来研究出来说，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个 blending factor 也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不需要，我们只需要知道 sigma s 跟 sigma d 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知道 sigma s 跟这个 sigma d，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东西去计算出来它的 blending factor 就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个 b 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一个sigma s 跟 sigma d 的函数，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另外叫这个神经网络去输出它，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sigma s 跟 sigma d 去把它算出来，这样子。而且最后得到的结果，在我的实验里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起你用神经网络去推算一个 b， 那你用这种 sigma s 跟 sigma d 的直接计算的方法会比较好，对。但论文里面是这样写，所以我还是先介绍一下。但是之后的话，在我的程式里面会以这个方式去把这个 b 算出来，而不是用神经网络去算出来。好，那对，那有了这个，对 ，OK， 好，那所以我们最后的话，每一个点呢，每一个 3D 的采样点，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每一个采样点，比如说就这个好了，它都会有 ds， 然后 sigma s， 然后 cd 跟 sigma d， 然后我们最后也是利用那个 volume rendering 去把这一串东西去把它算出来。那算的那个式子呢，就它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这时候就不只有一个东西。但其实概念也是跟 volume rendering 一样，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加权平均的方法，把这些 cs 啊、cd 跟这些 sigma s 最后统合成一个最终像素的颜色，这样子。好，那它的思想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就直接去把这个东西，就我们不是说 nerve 的话，只要这样子就可以去训练整个神经网络了嘛，就可以只要知道输入是这样，然后输出是这样，然后 volume rendering 的公式，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最小平方法的这个最小化，去把这个神经网络训练出来。对，那 nerve 的话是那样没错，但是在这个移动物体的场景里面，单纯这样子训练，就是即使你在这里加了 t， 然后在这里加了什么 cs、cd， 然后最后 volume rendering， 然后用那个最小平方法去做训练，即使你做这样子的事，你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让这个神经网络去训练出来。为什么？因为这边的这个变数太多了。对，比如说你这边就是你有可能一个场景，你这样子训练出来之后呢，它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移动的场景，所有的这个物体都变成在移动的。如果你不加任何的限制的话，对，因为我们说最后训练出来这些 CS、CD 它是一个加权平均，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 CS 跟 CD 切开来，就是说即使它是固定的物体，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CD 会是那个静止物体的颜色，然后 sigma d 是静止物体的密度，然后反而这个 CS 跟 sigma s 都是等于0，对，就是训练出完全跟你预想出来不同的结果。Hello， 阿比，安安，黄金周过得好吗？还不错，现在才过了3天而已，从那个周6开始算的话，我黄金周就没什么事业，不太想出门，就在家里直播，在家里写神经网路。没有了，我有出去走一走。对。对 ，Abby 也放假齁，一直下雨好烦。今天是晴天，所以今天我就出去走了。昨天跟前天，昨天待在家里，前天好像也有放晴，放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阿比过得怎么样啊？不过还有很久啊，反正就放到周5。哦，你那边还在下？但我今天这边是晴天。好，等一下我按照这个论文的顺序去把一些问题跟大家说明。对，就是刚刚说到的是，你如果不加一些限制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 CD 跟 CS 分开来的。对，所以它这边用到的一个方法呢，是它运用到了那个。我先把这些不用的擦掉哦。它运用到了那个影像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输入的这些图片呢，输入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随便乱拍的东西，就是它是有那个时间顺序的，就是你从第一帧拍到最后一帧，那你照相机是连续的。怎么说？我画一个图好了，就是你的照相机会是，比如说你从这边慢慢移动到这里，然后中间有很多个这样子。对，这是 t 等于0 1 2 3 4，而不是什么 t 等于0的时候在这 ，t 等于1在这 ，t 等于2在这 ，t 等于3在这 ，t 等于4在这，就是它不是这样子乱跑的。对，它不是这样子，而是它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而且是平滑的。对，所以他就运用了这种影片的特性，他想到了一个训练的方法，就是把这个 CS 跟 CD 再加入新的这种我们叫做 constraint， 对，加入新的这种条件来把它加以训练。OK， 那具体上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一样以这个三角形在移动的东西为例子。那我们说每一个点。那它都有它的 CS 跟 CD， 对，所以它这边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它把前后2帧它的 render 的结果，它是把它做一个怎么说？它是把它的，等一下我想一下这边要怎么讲比较好。Abby 说也在写码哦，重置自己的 blog， 你写 HTML 那些嘛 ，JavaScript。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反正像 Abby 这种就很好，就是讲自己在干嘛之类的。要不然这边就很像在上课，很像我在什么上网课教学这个 Neural Sync Flow Fields， 然后现在还要点名。对啊，Hello 你好，输入的资料最少可以输入几张？它这边是没有张数的限制。据我所知啊，最少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其实输入很少，它这个 input 只有24张图片而已。对，这里只有24张图片而已。那这样就可以训练出一个还不错的结果。那最多的话好像也没有限制，但我们我的经验是没有训练到太多张图片的，但他们的实验好像是有300张图片，好像都还可以。对，理论上是没有图片张数的限制啦。
但是实际实验结果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据他们所说，是训练300张也没有问题。对，理论上没有限制。Hello， 孙浩伦，想问一下自己学习 AI 要怎么去学？要怎么去学？怎么去学？首先你要学一个，我觉得就从实作开始吧。比如说最简单入门的就是那个 MNIST 嘛。我觉得初学者至少要把这个搞懂吧，就是图片的分类，这个就是1到10的这种分类器，然后你去找一个教学的网站，他教你怎么把就是 input 的读出来，然后怎么去构建一个神经网络，然后训练它分类0到9这样子。这个东西你先试着就是要么看那个教学网站，或者是教学的影片，反正现在网络上都有很多，那你就至少先可以独立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呢，然后我就觉得你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有兴趣的，就是在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哦，分类器可能比较有趣，你很想分类说你喜欢的 VTuber 是谁，就是 VTuber 的图片进来，然后你训练一个分类 VTuber 的东西，或者是你想到说哦，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声音的辨识，一个 VTuber 的声音，我现在都 VTuber 的资料在说，一个声音进来，然后你去辨识什么东西，辨识它是哪一个角色在说话。反正就是这个入门的，首先你要学会至少那个 deep learning 的基础，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你可以开始找一些你比较想做的 project， 然后就可以实际去实做它，这样子。好厉害的感觉，听起来是很厉害，但其实运用到的方法并没有那么难。对，对，其实就是这个简单版本的扩张而已。你就可以想说，哦，一个角色是比如说 AI 可以，然后另一个角色是，反正就其他的 VTuber 之类的。对，首先你从这种简单的开始，就是网络上找资料，然后先把它学会，然后慢慢之后学会之后再自己找一个 project 去读，去实做。看程式码都看不懂哦。对，首先要看程式码的部分也是有，就是现在不是有神经网络有很多框架嘛，那个 PyTorch 啊 ，TensorFlow， 然后还有新的，反正有很多 JAX， 然后那什么叫什么？哦，我忘记名字了，反正就有很多，但是你就先学好其中一个框架，比如说你喜欢 TensorFlow， 你就专心学 TensorFlow， 然后找那个教学的时候也找 TensorFlow 的这样子。我自己的话是 PyTorch 啦，这个的话就看个人喜好，对，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看程式码看不懂的话，我们之前也有教那个看程式码怎么看的那个直播，之后应该也会有，欢迎你再来听。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要训练这个 CSCD， 它的方法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叫 warping 的方法，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影像它是平滑连续的，所以这个三角形，比如说它是这样移动过来 ，OK， 那这个点，假设我们要训练这个点它的 CSCD，OK， 首先这个点它有3个东西，不是3个，4个东西，然后我把其他的擦掉好了。这边要理解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我看慢慢讲，看大家听不听得懂。Hello， 朱健生你好，请问是硕士生吗？你是在问我吗？我不是硕士生哦，我已经毕业很久了。我们把这边地方放大来看一下好了。还是你是在问别人？好，我们把这边地方放大来看，中间这个点啊，它总共有4个东西。我还是用黑笔写好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个东东，总共有4个 CS、Sigma S， 然后 CD， 然后 Sigma D， 然后把这个 CD 跟 Sigma D 写成 D1 跟 Sigma 1好了。怎么写好啊？C1 跟 Sigma 1好了。OK， 那这个 1 的意思代表是移动的颜色跟密度。好 ，Abby 说分类器都是一样的。对，就是图形是长那样子没错。那你之后可以在比如说修改什么 data augmentation 啊，或者是修改那个神经网络的构造，或者是你选用一个更好的 loss， 就有很多种扩充的方法。但是你会了一个雏形之后，就是那个 MNIST 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就是从那边开始慢慢修改。那修改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么麻烦。就像我一样，我就是现在都用 PyTorch Lightning， 那我就有我自己的一个 pipeline， 就是我的资料结构，应该说我的程式结构都长一样。我有一个叫 datasets， 然后这边是保管所有怎么样生成资料，然后有一个叫 models， 这边是管理我的那个神经网络的构造，然后有一个 train Py， 这边是定义怎么训练。反正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程式码构造。之后比如说我要训练一些新的神经网络，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就复制这个东西，然后修改相对应的地方即可。这样子写起来就快很多，你不用每一次都从零开始打造，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然后就可以分类东方 project 哦，看到标题哦，没有，我不是，已经毕业很久了。TF 比较适合做工程项目 ，PyTorch 比较适合做研究。研究的我的确是看到 PyTorch 比较多人在用啦。那速度上面是不是有差？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对，那个我比较不太熟，因为很久没碰 TensorFlow 了。之前碰的时候还是那个很久以前，我之前有做一个，哎呀。投 PyTorch 1票。我之前有做一个叫 Fish Detection， 反正就是一个鱼类的侦测器，然后这是用 TensorFlow 的 Object Detection。虽然我也没有自己写任何一行代码，就是用 TensorFlow 它公开的那个神经网络去训练而已。对，那从那个之后好像就没有再用了。哦，有啦，之后还有再用过一个，就是哦，好吧，那的确，论文很多都是 PyTorch。对，之前工作在做这个自动驾驶，所以那时候有用到一个叫什么 Frustum PointNet， 反正这个是侦测3D 车辆它的3D 盒子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东西也是用 TensorFlow 写的，所以那时候还有在用，但后来就没有再用了。好，那我们回到主题这边，所以比如说这个三角形，它对应到的点有这2个，就是三角形的中心。例如，那这个在 t 等于2的时候呢，它同样也有这一个点，它的 sigma s， 我这边加一个 prime 好了。因为这边因为都是不同的点，所以它的静止的部分的颜色跟密度也是会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先注目在这个移动物体就好。那这边 t 等于0的时候，它也有一个 cs sigma s， 然后有 c1 c0 sigma 0这样子。对，那他这边提出了一个方法，是可以把这个移动物体的这个颜色跟 sigma 做一个 regularization， 就是让它不要每一个时间点的这些都差太多。OK， 那实际是怎么做呢？实际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点
它是对应到同样一个物体的同样一个地方。所以你可能简单的想说，那我就最小化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就最小化什么 C1 减 C0， 然后加上 C2 减 C1 之类的。然后同样的也最小化这个 sigma 0减 sigma 1平方加这个什么 sigma 2减 sigma 1平方，就是把这些最小化之后，我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 C0 最后会等于 C1 等于 C2， 然后 sigma 0等于 sigma 1等于 sigma 2。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其中一个这个约束。但是实际上的话，这样子，他论文不是使用这样子的方法，我自己也没有试过啦。理论上来说，首先这个 C 跟 sigma 它的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这边要加一个什么 lambda， 然后去平衡它们之间的那个权重。对，因为 sigma 通常会比 C 大蛮多的，比如说，那你这边就要什么 0.1 啊之类的权重去平衡这两个 loss。但我是没有试过啦，论文也不是使用这样子的方法，说不定这样子可行。但论文不是使用这种最简单的什么 minimization， 就是两个它的差值的最小化。那它是使用了 volume rendering 的方法，它是强制说，对，它是强制说这个 volume rendering 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说这一条射线上面，你最后会得出一个结果。比如说这条射线有很多个点嘛，那每一个点都有这个静止部分的颜色跟移动部分的颜色，那你最后会得到一个 C。那比如说这个 C 呢，我把它叫做 C1 好了，然后用蓝色来写。对，那这个 C1 呢，会是这一条射线原本的这一条射线上面所有点它的 volume rendering 的结果。那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它做的事情是，我这个 C1 我可以这样子 render 出来，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点对应到这个点，那我也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把它 render 出来。OK 吗？这边我画一条比较奇怪的线。就是这个像素呢，它其实结果呢会跟这个像素这一条射线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点就等于这个点，因为它是这样移动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方式去 render 的话，那它 render 出来的结果呢，应该也要跟 C1 是一样的。OK 吗？这边有点复杂。实际上的话，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点它其实每一个点都有它各自的那种各自的对应的点啦。因为这边比如说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形这样子移动过来，那今天可能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正方形是这样子移动过去的。这个正方形可能 t 等于0在这，然后 t 等于1在这， t 等于2在这。对，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的 render 呢，其实它是每一个点你都要把它根据它的那个移动的方向去把它先移动过去再 render。所以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你第二种 render 方法，第一种是这样子直接过去没问题，那第二种是这样子，就是通过这些所有点的 render 方法。对，这个得出来的结果你会有用另外一个颜色吧，这个这样子，对，这样子你又会得到另外一个结果是 C0。对，这个所有点，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线呢，它是通过所有 t 等于0的物体，对，它是通过这个点。然后这个 C1 呢，它是通过所有 t 等于1的点。然后呢，同样的，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这一条线，就是通过所有 t 等于2的这一条线。对，我们会有这些东西。那这一个绿色的射线呢，又会 render 出来一个 C2。对，那实际它在训练的时候，它是最小化这个大写的这个 C1， 然后减掉 C0，
的平方，然后再加上这个 C1 减 C2 的平方。对，它是使用这种比较复杂的 render 的方法。对啊，再讲一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移动物体，它会经过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经过不同的点，这样子。对，比如说这个蓝色的三角形，它是这样子移动过来，所以它的中心点呢会是这样子。那这个橘色的正方形呢，它是这样移动过来，所以它会中心点会经过这些黑色的点。好，那为了要 render 出，就是计算出这个像素的颜色，我们可以采取3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第一种是直接就是这一条射线过去，因为这一条射线呢就通过了所有这个 t 等于1的时候的这些点，这样子。对，第一种方法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 C1。那第二种方法呢，则是我们把所有移动物体呢都倒退回上一帧，所以比如说这个点它的上一帧就会在这。那因为这个点呢，它是始终都是静止的，没有任何物体经过它，所以它的上一帧的位置还是在同一个地方。那这个点呢，它的上一帧的位置则是在这里。那最后这个点一样，它因为是静止的，所以它上一帧的位置还是固定在这。那知道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画另外一条射线，是长这样子的，红色这一条。那这一条射线呢，是通过 t 等于0的时候的同样这些物体。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 C1 是先通过这个三角形，再通过正方形。那 C0 的时候也是一样，它是先通过三角形，再通过正方形。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果是 C0。那同样的，我们刚才是把所有的点倒退回上一帧，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把所有的点移动到下一帧。那移动到下一帧的情况会是，比如说这个点我们知道下一帧它的位置在这，所以这边就有它的那个对应的三角形的点。那这个点它的下一帧位置在这，对，所以我们采取的 render 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点再 render 第二次。那通过这些点就是先通过这个三角形一样，然后再通过这个正方形。对，所以呢，他这边的论文是强制说这3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都是看起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先看到三角形，再看到正方形。啊 ，C0 也是一样，看到三角形，再看到正方形。然后 C2 也是一样，先看到三角形，再看到正方形。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些计算出来的颜色必须要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在 loss 里面，就是加了这2项，对，应该说加等于啦，就是还有就是正常的其他的 loss， 对，应该，这边可能这边这样写应该是不太对，等一下哦，它不是把 C0 跟 C1 做比较，它是跟 ground truth 做比较。我们知道原本这个像素有一个 ground truth 的颜色，所以它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这边有一点不太正确，但想法是一样的啦。它这边的 loss 呢会是原本的那个 nerf 的 loss， 就是直接把这个像素跟 C1，这个像素的颜色跟 C1 做最小化。对，这个是原本 nerf 的 loss。那 NSF 里面又加了另外2个 loss， 它是把 C0 同样也跟这个 ground truth 做比较，因为它就是强制说这2条就是弯曲的射线，因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计算出来颜色的结果应该也要跟 ground truth 是同样颜色的结果，所以它新加了这2个 loss， 这2个平方和。对，原本上面这个是 nerf 的 loss。那这边这2个的话是 NSFF 里面新加的 loss。好，对，那它就是加了这个方法，让这个
颜色的部分，就是移动物体的颜色跟那个静止物体的颜色做一个区别，并且呢，同时将连续帧数的这些 C0啊、sigma、C 跟 sigma 做了一个 regularization。这个中文怎么叫啊？还是要查一下中文，不然有时候想不到中文会正则化，好。虽然不会讲中文也还可以，因为我们就用英文的专有名词讲就好。但有时候想不到，我就觉得，这明明应该很简单，我竟然想不到。好，OK， 那这边呢，我们刚才只是先讲一下这个这些不同的射线是怎么 render 出来，然后 loss 是长怎样。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就是大家可能从刚才开始就有的疑问，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说这个点我们是把它倒退回上一帧，那问题就在于说，我要怎么知道它的上一帧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这个三角形之前的位置在哪里？这个东西我怎么把它倒回去？对。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它是怎么动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倒回去的方法所需要先知道的一个事前知识。那这个事前知识呢，其实也不难，我们只需要用到 optical flow 就可以了。大家知道 optical flow 是什么吗？我可以查一个最近。还是用这个就好了，OpenCV 的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对 ，Optical Flow 简单来说就是你要计算出每一个影片的每一张影像的每一个像素，它的移动的方向跟移动的距离是跑到哪里。比如说这边的例子就是。好像是车子从上面开下来嘛，所以比如说我记录说这个像素它移动的轨迹的话，那我就知道说它是从这里慢慢移动到这里之类的。对，那现在 Optical Flow 有很多 Deep Learning 的方法去解决。那我记得今年的 CVPR 出了一个 Best Paper。好吧，不是今年，是，Raft 是 ECCV 2020，这个 Best Paper 这篇论文是 Optical Flow， 没错，而且这个 Optical Flow 的方法也是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里面所采用的方法。但我记得今年 CVPR 又出了一个更好的。这个详细我现在也不太知道，所以没有办法跟你们讲。那反正大意就是输入2张图片，然后通过一个神经网络之后，你可以计算出那2张图片每一个像素它的移动的那个位移是多少这样子。但我至少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因为我读过更好的方法。现在2020的那个 State of the Art 应该是刚刚那个 Raft 没错。但我记得我又有看到一个更好的，我来找一下，还是我能不能想出来啊？还是在我的 Star 里面会有？但我的 Star 有非常多个。我来寻找一下，那找不到就算了，就跟大家说搜寻一下。还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的那个 State of the Art 的 Optical Flow 是什么？还是我查 Paper with Code 啊会有？
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网站叫 Papers with Code， 这上面就会有列出有公开论文跟程式码的那个程式。这 GitHub 是在哪里啊 ？DEQ 应该是这个 Deep Equilibrium 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现在的 State of the Art， 比刚才那个对 CVPR 2022会有 Star， 再加一个好了，叫做 Optical Flow。对，这个方法呢是计算光流的论文，然后比刚才那个 Ref 的要更好。好，那总之呢，光流我们是怎么用呢？光流我们是说光流是一个2D 的方法。光流，比如说我们刚才如果这个东西，刚才这个场景我们现在是3D 在看它，那如果我们把它投影到图片上的话，比如说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三角形在这。好，那 t 等于1的时候，三角形在这。假设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光流的方法，知道说，哦，这个三角形它的移动轨迹是这样子。比如说，就它的中心点好了，它的中心点的移动轨迹，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个其他光流推定的方法去把它算出来。比如说，它是长这样子，它是从这个点移动到这一个点。OK，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啊？反正就是事前的知识，我们知道这个中心点它的在2D 上面的投影会是这样子的，会是从这个点移动到这个点。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点跟这个点，它们都投影到2D 上面，然后去做比较，然后我们把这个投影的结果跟事前计算的这个2D 的 optical flow 去做一个最小化，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说这个点它的上一个位置在哪里，这样子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法，是利用跟 optical flow 的比较来知道说每一个 3D 的点它上一帧会在哪里。这个东西，这个刚才说的问号呢，是利用 optical flow 来得到的，我就用 OF 来缩写。好，光流更好的意思是像素位置更加准确。对，光流更好的意思就是那样子，没错。对，比如说一个像素，它是从这里移动到这里，那你实际计算出来它是移动到这里的话，那你的误差就是这2个像素的距离，这个就是你的 error 这样子。那光流的训练方法就是把这个 error 最小化，就是它们跟 ground truth 之间的 error 最小化，这样子。好，多喝点水，我现在有。对，所以更精确的意思就是那个距离又更小了。这怎么删不掉 ？OK，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问号就是利用 optical flow， 那我们这些前后帧，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法，把它们之间的 loss 最小化，然后让这些计算出来的颜色更加接近。好，那还有什么啊？好像大部分它的中心思想就这样子而已。对，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就这个而已。简单来说的话，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哦。还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啦，就是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它除了我再介绍一些其他它所里面用到的一些小技巧吧。那它对于这个 optical flow 呢，它是做了
更多的 regularization， 因为我们刚刚说，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投影的，所以你其实3次元的点有很多个，那你其实有很多种投影方法可以跟2D 的重合。对，为了防止有不好的那个3D 的 flow 出现，说2次元的我们叫做 optical flow， 3次元的就是这个每个3次元它的移动呢，我们叫做 scene flow。我写在这里好了，这个东西叫做 scene flow， 这个是 3D 的，就是每个 XYZ 它的移动的方向。然后 optical flow 是2D 的，就是那个像素 UV 它的移动方向。括号写 3D 的好了。对，那大家知道 3D 投影到 2D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让 3D 投影出来的结果跟 2D 重合。对，为了防止这些有不好的投影出现，它对于这个 3D 的这个 scene flow 做了很多 regularization。那其中一个是有3个啦，它写在这个补充资料里面，总共有3个 regularization。那第一个是，我看能不能背出来，应该是可以。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一条射线上有很多个点嘛，比如说这些点它是在同一条射线上。那第一个限制是，第一个 regularization 是它限制说这些所有的点它必须要移动的方向差不多。对，就是说你不会一个点移动掉，第一个点移动到这里，第二个点是这样子，第3个点是这样子，它不会，它是限制说这些点它的移动方向必须要差不多。OK， 那第二个限制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限制呢，它是限制说每一个点我们知道有2个移动方向嘛，一个是比如说这边是 t 等于1，那 t 等于1到 t 等于2有一个移动，那 t 等于1到 t 等于0也有一个移动，就是像这样子。对，那它限制是说这2个移动必须要是，就是加起来必须要为0。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点呢，它不会前一帧，就是它的移动是一个比较平滑的移动，它不会一下子移动这样子，然后下一帧突然跑到这里来，它不会这样子，就是有奇怪的移动方向。它是限制说每一个物体它的移动是比较平滑的这样子。OK， 那这是第2个限制。那最后一个限制比较简单，它是限制说每一个点它的移动的位置并不能太大。就是说这个要越小越好，也就是限制说大部分的点其实它都是背景啦，它都是没在动的，就是对。那这3个是它加入的那个光流的，应该说 scene flow 的 regularization。 OK， 那还有一个啦，还有第4个。第4个是，这3个是在那个 supplementary 里面的，那第4个是在原文里面的。本文里面有一个叫 cycle loss， 那这个东西一样是限制 3D 的那个 scene flow 的东西，它是限制说一个点，比如说这个点是 t 等于0，那 t 等于0到 t 等于1有一个 scene flow。那同样 t 等于1到 t 等于0也有另外一个 scene flow， 这样子。那它是限制说这2个东西必须要相同，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往前之后再往后必须要回到原本的地方。对，那这个东西是 cycle loss， 另外3个它就是统称叫 regularization loss 这样子。对，所以这个 scene flow 它总共花了4个正则化在上面，就训练出来的结果才会比较好。好，那它除了用到这个光流之外呢，它还运用到了深度。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单眼照相机，因为只有单眼的，所以它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场景的深度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去哪里了？OK， 比如说刚刚看到的这个东西，这个小孩子他在玩泡泡的这个场景，如果你只有单眼的照相机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它到底 3D 构造是长怎么样。它可能所有东西就是一个平面，就是什么这个小孩他其实是一个纸片，然后背景也都是一个纸片，所有东西都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单眼的照相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讯的。所以如果你去直接对这个场景去做训练的话，那你得到的那个 3D 的构造并不会很好。那为了让这个 3D 的构造也跟那个 NURF 一样好， NURF 因为是多个视点，而且那个场景是固定的，所以它可以从多个视点去推断说那个场景的 3D 构造是怎样。但因为这边的话是这个场景在动，所以那个 3D 构造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得到的。那这篇论文呢，为了把这个 3D 构造也完美的，也不算完美啦，但是就是比较好的重现出来呢，它是利用了 monocular depth，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mono depth 的方法。就是 mono depth 的方法，mono depth 算是一个总称啦，虽然有一篇论文就叫 mono depth，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把什么单眼的那个图片，然后去推断深度的这种方法统称为 mono depth。那这个方法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张图片，然后呢，你去推断说每一个像素它的距离是多少。比如说刚才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孩嘛，然后背景在这，那这个 mono depth 推断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是这边有一个小孩，然后他的距离离我们是比如说1，然后剩下的背景可能距离我们是10这样子。当然这个结果呢是每一个像素独立的，比如说这些像素呢它距离是10，然后这些人的像素距离我们是1，然后这个可能距离是5之类的这样子。它是每一个像素都有一个结果。对，那它是利用这个 mono depth 来对我们的这个场景做也算是正则化。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 NURF 除了计算颜色之外，它还可以对每一个点的深度，每一个点是有一个深度的嘛 ，D1、D2 一直到 DN， 每一个点是有一个深度，是跟这个照相机中心的距离，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深度也做 volume rendering， 得到一个最终的那个像素的距离 D。那它是把这个 D 跟这个 mono depth 之间的这个距离做最小化，实际不是最小化啦，但那个概念是这样。因为 mono depth 它其实也是一个 scale ambiguous， 就是单眼照相机你没有办法知道实际的那个尺度是多大。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说1、50，那实际的距离可能是什么10、50、100这样子。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实际的距离你没有办法知道是几公尺，只能知道相对，比如说这个点它就是离我们比较近这样子。那这个NSFF 呢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就是 mono depth 是 scale ambiguous， 所以它不是把每一个点的深度直接去跟 mono depth 做一个最小化，它是把所有的就是训练的一个 batch 里面的深度呢去做一个正则化，去做一个 normalization 之后，再跟 mono depth normalization 的结果去做一个最小化，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normalize 之后呢，再去做最小化。反正概念就是他想要让这个神经网络训练出来的这些深度呢，跟 mono depth 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样子，概念是这样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对，那这个方法也是很有效，就是在论文里面说，他说
如果没有加这个方法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一只小狗它完全训练出来那个3D 构造就不对。正常来说是3D 构造，因为这个小狗离我们比较近，所以它必须要这个轮廓的地方必须要是比较黑的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加刚才那个 depth 的 supervision 的话，那训练出来结果就会很糟。或者是说这个人的场景也是一样，不加 depth 什么的话，那训练出来这个3D 的构造就会非常的就是奇怪，就有很多噪音。OK， 那它就是加了这个东西，对，这个 depth 的 supervision 跟 optical flow 的 supervision 这两个东西是它从别的方法去得到的。那 optical flow 我们刚刚说是论文里面是使用这个 Raft 这个方法，之前是 state of the art， 那现在是这个 DEC Deep Equilibrium。我可以查一下 Raft 的话是普林斯顿大学，现在已经 1.9K 了， 1.9K 个 star， 很多。对，那个光流是使用这个方法。那这个 mono depth 的部分呢，它是使用了叫 Midas 的，还是叫 Midas 公式。全白都是无限远吗？这边的话应该是吧。这边的话应该是无限远的意思。对，好吧，这边没有 visualization。对，单眼推定距离的方法现在最好的也不是这个了，但是论文使用的是这个 Midas。现在的话，最好的话应该是这个叫 DPT 的东西，不是什么疫苗，那个 Dense Prediction Transformers， 他们都不在这边放一些图片，然后打开还要花一些时间。对，反正就是一张图片，它可以，比如说左边这张图片，它可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去推算它的深度。那这个颜色代表黄色代表比较近，然后黑色代表比较远，这样子。它这边可以把构造都很好的把它显示出来，这些边缘的地方，它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建筑物只到这里，那剩下的都是天空这样子。对，现在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啦，不是这个，刚刚那个是 Midas 好吧？现在最好的是这个 DPT， 我是开到2个一样的啦，我开到2个一样的，笑死。那现在最好的是这个 DPT。Hello， Ada Bean is better， 真的哦。你好 ，CV Bird。我没有听说过你说的那个Adaptive Beans， 你看一下哦。论文在哪里？来看一下论文CVPR 2021，那这个嘞？这个是什么呢 ？EPAMI。好吧，比较的话，我是没有仔细看过它的那个 quantitative 的结果。那这样子比较，但这个图片比较小，还是它有跟那个比啊？好像也没有，没有跟 DPT 做比较。
啊，不对啦，有一些是哦，等一下哦，没事。对，那实际的比较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要各自去看一下这些论文。好，但反正是重点是他用了这个 MonoDeps 的方法，让这个训练出来的结构3D 结构比较接近真实的那个3D 结构，这样子。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训练，就是我们说加上这些 loss， 然后加上所有的这个 optical flow 的 regularization， 然后再加上 depth 的 regularization 之后下去训练，它就可以训练出这个3D 的构造，并且训练出sorry，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这边它除了训练每一个点它的就是静止部分的颜色以及移动部分的颜色之外呢，它还另外训练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scene flow， 就是 scene flow 它是 3D 的点它的移动的方向，它这边会有 forward 跟 backward， 就是会有前进的这个移动的位移跟后退，就是回到上一帧的那个位移。对，它总共输出了这6个东西。那这个 color 这个颜色是 RGB 嘛，所以是3个。那 sigma 是1，就是密度是只有一个浮点数。那移动的颜色一样，也是3跟1。那这个 3D 的这个 scene flow， 因为它是 XYZ 它的移动量，所以它的大小是3这样子。对，所以它输出的这个那个特征还是蛮多的，总共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好，但是通过了它的那个很好的就是 loss 的设计，我们最后可以把那个 3D 的构造以及所有点它的光流啊，不是光流，这个 scene flow 给训练出来。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这个论文的介绍应该就到这边为止。其他的话，还有一些小细节，今天应该就不说了。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看的呢？给大家看一下它其他的结果好了。就是刚才只有秀一部分给大家看，但它其实还有更多训练在更多场景的结果。这边就给大家看它的影片吧。慢慢往前进。比如说这个刚才那个小狗在跑步的影片。右下角它是显示那个输入的影片，那中间的话是经过训练之后，它可以把照相机自由的变换角度，然后时间你可以自由的内插这样子，那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特效，像是我们刚刚说的 body time， 或是像这边这个小狗在接球的影片，它可以把那个照相机那个缩小放大这种特殊的效果。今天会讲程式码，讲完这个我就讲程式码，应该说看完这个我们就讲程式码。先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其他结果。对，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把那个深度图也让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明它训练出来，除了图片是看起来很正确的之外，那它的深度也是相对来说正确的，就是这边是比较近的，然后这个人物啊这些恐龙的气球，它的深度都是差不多的，代表它的构造并没有错误。对，然后这个场景也是。好，
大概就这样吧。哦，对，还有它一个结果是说，它可以把就是透过刚才那些 regularization， 我们不是说最后有这个 static 跟 dynamic 是分开的吗？那它就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省略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完全省略这个 dynamic 的部分。如果我们完全省略这些，只把 CS 跟 sigma s 去做计算的话，那我们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会是只有背景的那张图片。那相反的，如果我们把这个 CS 跟 sigma s 去掉，只计算这个 CD 跟 sigma d 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只有移动物体的图片。那这边的话，它是在解释它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我们训练完之后，我们可以把静止的东西跟移动的东西分开。那左边这边是静止的，右边这边是移动的。那最后两个加起来，但不是直接那个像素值相加，这个是那个 volume rendering 两个加在一起的结果，那会是原本的结果这样子。高级 PS 抠图工具，但对。但这个训练还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啦，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抠图，应该比较不太实际。但我自己训练出来是觉得它的成果还真的不错，就是可以很好的把移动的跟静止的分开。这个细节我们先跳过。这边它是跟其他的方法做比较。好，那重点大概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一下程式码，就是刚才讲到的程式码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这些弯弯曲曲的射线，它是怎么样 render 出来的？这应该是这一篇论文里面最复杂的地方。对，所以应该就先讲这个地方，然后再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再一个一个解答。然后这篇论文的话，因为一样，就是写的非常难以理解，虽然对他很不好意思，但是就这么多行，然后。看一下哦，重点，然后它大部分还是就是 Nerf 的那个程式码 copy 过来，然后再加他自己新的那个想法，但是就是写的就是很复杂，所以我也没有照他的写，应该说我没有照他的那个结构去写，我就是自己看论文，然后把那个公式自己用我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再把它写出来。所以今天的话应该不会看他的这个地方，我当时也是看蛮久的。好吧，今天不看了，今天这个太长了，而且很复杂，所以今天的话我会讲我自己在线的这个实作。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结果啦，就是说明说我这个重新实作的结果也是可以达到跟论文一样的效果，那也算是帮自己打个广告。对，这边的话是 full reconstruction， 因为原本就是目的是要把这个场景整个重建嘛。那这边一开始秀的就是刚刚那个小朋友在跑步那个场景的重建效果。那中间的话是我的重现的结果。那右边的话是原本作者提供的那个 pre-trained 已经事先训练过的那个模型。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的这个效果它其实是比较好的。如果是以这个 PSNR 来说的话，我是35，那它的话是30.45。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别的。那刚才有说到说它可以把移动的物体跟静止的物体分开。那这边显示的是分开的效果，那我的结果是左边这个，它的结果是右边这个。那
就是说，背景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我这个结果会比较好，因为比如说背景的这些草啊，它应该是绿色的叶子啦，那它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模糊，变成黑色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固定照相机移动时间，就是固定照相机在一个地方，那小朋友从右边跑到左边，这样子。这篇论文的光流方法没有啊，他没有提到任何光流的训练，他光流就是直接用别的方法的光流。然后他这边在论文里面做的事情是把 3D 的这个 scene flow 3D 的 scene flow 投影出来，然后跟2D 的光流做最小化。他做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他对光流没有任何的研究，对，他只是利用现有的手法，然后把那个结果直接拿来用而已。好，然后最后的话是固定时间，然后移动照相机，然后就是小朋友就是固定在原地，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照相机移动，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就是移动一个螺旋状的轨迹，然后最后的话是 time interpolation， 这个就先跳过。对，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可以一样把那个 depth 就是深度也可视化出来。那上面的话是我的可视化结果，那下面的话是原本论文的，就是那个黑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原本论文的话，它比如说静止部分呢，它的深度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比较不连续。正常来说，应该相同地方它的那个深度的颜色必须要是一样的。对，那它这边的话比较看起来没有那么连续。哦，对，然后这个论文，不是论文，这个深度的可视化，我到目前为止啊，我都是使用一个叫 Jet，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它是黑白的嘛，我是彩色的。那我这个彩色的有一个名称叫做 Jet， 对，就是从低到高，它是会红色慢慢转成黄色，然后再慢慢转成蓝色这样子。这样看起来的话，会看起来比较多细节。那我后来呢有发现，就是 Google 的那个研究者，就是昨天也有介绍过的那个写 MIP-Nerve 的那个作者 John Barron， 然后他就介绍了另外的一个 color map，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深度图去着色。那他们提到的一个方法 ，OK， 我们首先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两种，一种是黑白的，一种是我所使用的这种彩色红橙黄绿蓝的这个 Jet 的这个 color map。那他们这边是做比较。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比较说黑白跟 Jet。那我们看这个远处的地方哦，远处这边啊，就是这个图片的中心的地方，其实是还有一些圆形的物体的。但是呢，在黑白的可视化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太清楚，对吧？但是如果你使用 Jet 的话，即使是远端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哦，那边有一些东西。对，所以这边的比较呢，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远端在离你比较远的地方也有东西的话，那最好是使用 Jet 这个 color map， 会比较可以显示出远端的细节。那如果是黑白的话，就看不太清楚，这样子。好，那除了 Jet 以外呢，它在这边呢又比较了另外一个，叫做一个 Turbo 的一个 color map。对，那它新提出的这个 Turbo 跟 Jet 比起来，它是说 Jet，应该说 Turbo 效果会比较好，看起来的效果。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两个色条。那对，相信大家就有一个第一感说，Jet 好像有两个地方的那个线特别明显，就是这个黄色跟这个水蓝色的地方。我自己看起来是这样子啦，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是怎样。就是
如果远远看跟上面这个 turbo 比起来的话，你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这个 jet 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会有比较明显的2条线，就是那边会比较不连续。对，但 turbo 看起来就是从左到右都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都很平滑连续。那 jet 就相反，在这2个地方会比较不连续。OK， 所以它下面就比较了这个 jet 跟 turbo 它看起来的差别。那个场景一样，跟上面的那个一样。OK， 左边是 turbo， 右边是 jet。那看起来的结果就是 jet 在黄色啊跟这个水蓝色的地方就比较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线在那里，就是红色慢慢转移到黄色，这边就有一条线，然后黄色再转移到蓝色，这个水蓝色的地方又有一条线。但是 turbo 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从这边看过去就是很平滑，就是一个地面。但是 jet 的话，你会觉得，这边好像怎么有一个阶梯一样的东西跨过去，然后再跨过第2个阶梯。对，我当时也是不知道，我是看那个他的留言推荐说用 用 turbo 会比较好，所以我才发现了这篇文章这样子。对，所以我之后的这种深度图就会考虑用 turbo 的这个 color map 来做。好，这边就是比较这2个之间的差别。我自己是觉得 turbo 比较好啦，当然这个也只是可视化，所以就是大家的喜好都可以自己决定，跟那个实际的结果也比较没有关系。好，但我到这边都还是在用那个 jet， 所以就跟刚刚的结论一样，就是那种黄色啊、水蓝色就可以比较很明显看到说那边比较不连续这样子。好，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些其他的结果，就是那时候，等一下对，那时候这些写这篇论文的作者啊，写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这个李正奇，然后第2作者是 Simon Nichols， 然后第3作者是不是第3作者，就是责任作者是 Oliver Wang， 然后就是这个 Oliver Wang 跟 Simon 他是在 Adobe 工作的，然后那时候李正奇在 Adobe 实习。就是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实习，所以呢，他们就看到我就是做了这个 NSFF 用 PyTorch Lightning 的结果，然后他们就找到我，就是跟我一起讨论说，看有哪里可以再变得更好。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拿到了一些 Adobe 他们的内部的资料，就是那个小朋友在跑的图啊，还有这个一些图片呢，都是 Adobe 内部资料是没有公开的。那时候因为他们找我，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一些他们的资料，然后来训练看看。对，所以这边的话 data 是没有公开的。然后这边的结果就是一个小朋友他从石头上跳下来，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人跟背景分开，然后固定照相机移动时间之类的特殊效果。然后这是那个小朋友在玩泡泡的那个场景，对，一样也可以把人物分开。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在讲完这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部分。那就直接给大家看那个最重要的，我说这个 warping 的部分。它这个操作，它把它叫做 warping 啦，就是 warping 中文叫什么？瞬间移动。warp 的中文歪曲，也不是歪曲啊，是把它移动的那个感觉。算了，不查中文了，反正就是 warping 这样子。
程式码的部分，看一下在哪里哦。应该是在同样的看一下。OK，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就是这个NSFF 跟 Nerf 的差别就在输入跟输出。就我们是说 NSFF 多了一个 T 的输入，然后输出的地方就多了这个移动物体它的 C 跟 Sigma， 然后还有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 Sim Flow， 就多了这些。所以呢，它的构造跟 Nerf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就解释一下我这边新加的步骤。对，那首先的话，我们是把Warp 在这里是把空间扭曲的意思。好像也可以这样想，就是扭曲那个空间的感觉。对，因为我们 render 的时候，它这个这个射线是这样子弯来弯去的。好，这边的话，那我把它下载下来看好了，因为有一些我想把它，各位稍等一下哦。我还没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原来如此。空间扭曲，我把这个下载下来看一下。Open folder。OK， 那是在这个 models 的 rendering 的地方。好，好，那我们我们首先就从那个输入的地方开始说吧。首先，我们输入就是 XYZ 嘛，那个3D 点它的坐标，我们把它先记在这个 XYZ 里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把除了 XYZ 之外，还有那个视角是这个 direction， 然后还有这个 T 是那个时间的部分。那这些所有的 XYZ， 然后 direction 跟 T 呢是我们的输入，然后我们把它 pass 到这个 model 里面。那 model 就是我们那个 MLP， 就是跟 Nerf 的结构差不多，就是8层的那个 fully connected 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出来的结果呢，会包含非常多东西。我们刚刚说有包含静止部分的颜色，然后密度，然后移动部分的颜色跟密度，以及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 Sim Flow。那我们在这里把它取出来。对，首先第一个是 static RGB， 这个是静止部分的颜色，然后 static Sigma 是静止部分的密度，然后我们还会有，在这里我是叫 transient 啦，因为我是从那个 Nerf in the Wild 的来改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dynamic。transient 是一时的东西的意思，就是现在在，待会可能不在，会消失的这样子的意思。那跟 dynamic 的意思差不多，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会动的东西。好，那我们把这个移动部分的 RGB 跟那个 Sigma 取出来，然后最后呢，我们取出这个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 Sim Flow。对，所以总共会有14个东西。我们刚才也写了嘛，就是总共有31、31、33。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话，总共会有14个 output， 就是每一个射线呢，总共会有14个特征。
那是这里的14这样子。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计算这个 volume rendering， 因为首先我们要计算说正常的这一条射线，就是这个 C1 这一条射线，它是这样子射过去，然后每一条射线的每一个采样点都会有 CS 跟 CD。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一条射线 volume rendering 出来。那 volume rendering 的方法跟 NURF 差不多，应该说就是一模一样啦，就是你把那个 sigma 计算出来，在这里，这边是加一些 noise， 这一行是加一个 noise， 所以不是很重要。然后我们是把 sigma 算出来，然后跟 delta 就是每2点之间它的距离嘛，对，这个之前也有说过。然后1减掉1的负这个次方，就是每一个点它的透明度，所以是它的 alpha。好，那同样这个是静止的 alpha。那如果有移动物体的话，我们移动物体也要做一次相同的计算。那相同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 dynamic， 就这里叫 transient， 我之后就叫 transient 好了，就叫 transient alpha。那一样是每2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再乘以这个 transient sigma， 就是移动物体的密度。对，然后最后得出来的这个 alpha 呢，其实是会等于1减掉这2个东西相乘。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它实际上算出来是那样子。Hello S， 晚安。我们说alpha static 它会等于是1减掉 exponential minus delta sigma s， 然后 alpha d 呢会等于1减掉 exponential minus delta sigma d 这样子。对，那我们其实我们的 alpha 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2个东西，这2个点看成是同一个点的话，它会是怎么说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Hello， 发了很多可爱的贴图，谢谢你。就是我们每一个采样点，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部分，比如说蓝色的这一部分是 static 的，然后绿色这一部分是 dynamic 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一点，这个采样点它的密度 sigma 会等于是 sigma s 加上 sigma d 这样子。所以我的 alpha 如果我不把这个 s 跟 d 分开来看的话，它会是1减掉 exponential 负 sigma delta， 这样子可以吗？就是如果我把 s 跟 d 合在一起看的话，它会是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拆成1减掉负 sigma， 就是 delta s 加上 delta d， 然后这个东西又会等于1减掉 exponential 负 delta sigma s， 然后再乘上负 sigma delta d， 用指数律把它拆开。那这每个东西呢，比如说这个 exponential 负 sigma 负 delta sigma s， 它会等于是1减掉 alpha s。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弄过来，所以到左边这一项是1减掉 alpha s， 那右边这一项是1减掉 alpha d 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 alpha， 如果我们把 s 跟 d 合在一起看的话，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式子，1减掉这样子。对，所以我在程式里的话也是这样子写，就是1减掉这2个相乘。OK， 好，那这是计算这一条没有弯曲的射线它的颜色的情况。那有了 alpha 跟那些 weight， 我们就直接用 volume rendering 去计算出来。那如果有，这边是要计算如果有 warping 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Hello Cross XD， 要如何开始？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个再回答你的问题，或是其他观众有什么
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先帮忙回答一下。对，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要计算出如何 render 一个新的射线，比如说我就先 render 这个 C2 好了，这个东西要怎么得到？那首先呢，我们要把每一个点，就是每一个采样点都新加它的 flow， 先把它用它的 scene flow 移动，比如说这个三角形它中心在这，我们先把它移动到这里，然后这个正方形中心在这，我们先把它移动到这里。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是先把原本的 XYZ 再加上那个神经网路计算出来的 forward flow， 得到一个叫 XYZ forward 的东西。对，然后得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另外计算这个 t 是多少。那 t 是多少，其实就是现在的 t 再加上1，所以新的 t 的话是 ts 加1，ts 是当前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把当前的时间再加1，然后通过一个 embedding 进去，然后再用这些新的 XYZ 以及新的 embedding， 就是我们现在得到了新的 XYZ， 就是移动过后的 XYZ 跟新的 t， 也就是 t 加1，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再丢到这个神经网路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的这一个点它的所有这些东西，它的 CS 啊、Delta S、CD、Delta D 这些。对，那这个丢进来的部分在这个 Render Transient Warping 里面。那 Render Transient Warping 里面做的事其实也不难，就是我们把它一样刚才那些东西丢到神经网路里面，然后最后会出来不少东西。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说，我们只需要知道移动过后的这些点它的移动部分的 C 跟 Sigma 就好了，我们不需要知道它的这个 CS Delta S， 因为我们这一点的它的这一点它的那个静止部分的 CS Delta S 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只需要知道 C2 Delta 2就可以。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我们把刚才那个式子里面的这些 Delta D 的部分代换成新的 Delta D， 然后 Color 的部分也代换成新的 Delta D 就可以。不是 Delta D，CD 的部分也代换成新的 CD， 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再做一次相同的这个volume rendering， 得到 warping 过后的那些颜色，就是得到这个 C2 这样子。对，那这边得到的结果，我把它存在一个叫 RGB forward， 所以这个 RGB forward 以刚才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 C2。那同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点都往后移动，然后把往后移动的那些采样点去做 render， 那得到的结果叫 RGB backward。那我们就有 forward 跟 backward 对应到这里的 C2 跟 C0 这样子。好，那下面的话就差不多。就是那个 Nerf 直接过来修改，看一下还有什么重要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对啊，应该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 static 跟 transient 就是 dynamic 分开来计算，它的 RGB 是多少，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刚才那个这里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把移动的物体跟静止的物体它们分开计算，然后最后再加起来得到最后的结果，是这里在做的事情。这边的话大家有什么比较细节的东西想知道的吗？要不然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会 volume rendering 的话，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个 alpha transmittance， 然后每个 color， 然后把它们乘起来加起来，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如果这边大家觉得有什么地方想要知道详细的话，可以跟我说，要不然就真大概是这样子。我先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哦。Plus XC 要学好 AI 相关的数学。如果你是有数学底子的话，就是知道微积分、线性代数，我觉得应该就够了。你只要如果大学有学基础的这些，我觉得你应该看论文就不会看得太吃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建议说，如果你打算走理论方向的话，那你要会微积分，也要会线性代数。你这个的话，要如何开始？从大学的课程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独立学过，就是大学学会了就这边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不是要走理论，你只是要这种写 code 上面没问题的话，我是觉得不需要太多太复杂的，可能只需要知道线性代数。你也不需要知道太难的，你只要知道矩阵乘以向量，矩阵乘以矩阵它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一个矩阵它是，比如说你要知道一个矩阵是 a 乘 b， 然后乘上 b 乘 c， 然后它的形状会变成 a 乘 c，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就是知道一些线性代数它的矩阵跟向量它的操作的基础。这个的话应该有网课可以学哦，这种简单的。Hello， Full C 免 T， 大学在做专题关于 3D reconstruction， 用 Nerve 来做会过于困难吗？但你是要做怎样的？因为你说 3D reconstruction 也有很多啊。就是首先什么小规模、大规模的，就方法就不太一样。如果你只是要做像 Nerve 一样那种小小的模型去做 reconstruction 的话，我是觉得 Nerve 还不错。当然不是 Nerve 本身，就是它的一些其他的扩张的方法。哦，谢谢 Fantasy 的补充，就是网上有一些教学。然后，对啊，先看你的规模是大还是小。然后，如果是大规模的话，目前的话，可能主流还是用点云吧，就是像 SLAM 一样那一种，就是每一帧你去做 3D 的帧度推测，然后把那些推测出来的点云去做融合，这样子。Hello， 老公。老公你好，老婆安安。好，对啊，那如果是小规模的话，我会建议 Nerve 好像还不错，或者是一些 SDF 之类的方法。现在我大概知道的有什么 NGLOD， 反正就是3D 的 line distance function 的一些方法。可以去调查一下，主要还是看你的那个 3D 重建，你要的是怎样的场景。Volume rendering 要怎么理解呢？之前在讲 Nerve 的那一支影片有讲的还蛮详细的吧，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讲 Nerve 那一支影片的直播。对，应该就上个月的直播。林轩田、李弘毅，对，这两个算是比较有名的。想知道每一帧的相机参数用 CoMap 可以取得吗？哦，对，这边的话，它这个论文里面也是那个照相机的位置都是跟内参都是用 CoMap 取得的，但是它取得之前，它必须要先把移动物体的领域去除。因为我们知道 CoMap 它是取得特征点的方法，是用特征点去做 matching 来得到这个相机的位置的。所以如果你的特征点取在那个人的附近的话，那你的那个重建会失败。
所以你要先把那个人的部分去掉。那它使用的方法，它是用 mask RCNN， 就是一张图片啊，比如说你的人在这边动来动去，那它就先用 mask RCNN 把这个领域先去除掉，就是这边先把它涂掉，然后它的特征点就会只从背景的地方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成功。对，就是这一部分还算是怎么说 heuristic 吧。就是如果今天动的物体不是人，而是比较奇怪的东西，你可能要做一些另外的处理。对，哦，想用自己的照片照相机产生参数。如果你的移动物体你事先知道是怎样的类别的话，你可以先用 mask RCNN 之类的方法去把那个移动物体的领域去除掉，然后再用去除掉的结果，然后丢到 Core Map 里面，这样子看看会不会成功。我自己是在那个自动驾驶的领域的话，因为会动的物体就车子嘛，然后人，就大概这几个东西，所以我也是用我是用 semantic segmentation 啦，就是先把这些会动的 class 先把它去掉，然后再把剩下的领域呢丢到 Core Map 里面，这样子是可以成功的，大部分情况下。当然也要看你的照片的那个品质，有些我是知道，比如说你在什么比较黑的地方，在晚上拍的照片，那种失败的几率就很高。如果是白天，然后又有很多特征的话，应该把这个会动的地方去掉，应该就可以。0好像偏向好懂，其实他们两个的我都没有看过，只有稍微那种想要放松一下没有事做的时候看过一次。请问 Nerf 的 output 是 image 还是 3D 点？都Nerf 的 output 就是一个 3D 的叫做什么neural field， 就是你可以一个 XYZ， 然后去得到它的颜色跟 sigma， 然后你之后就可以再从这个地方去得到要么 image， 要么 3D 点云，要么 mesh 都可以，只是看你的应用是怎样。但它训练的话是用这个图片再来做训练的，所以应该是输出图片的效果会最好。那输出点云以及 mesh 的效果，就是以 Nerf 来说并不算是最好的。Core Map 需要 image 之间 overlap 比较大，也有这样子，对，就是主要看它特征点啦，特征点多应该就可以。想建立场景大概30公分，那应该算小，我觉得那应该 Nerf 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反正先用 Nerf 就最简单的 Nerf 去构建出来，然后再看你需要怎样的输出。比如说你需要 Mesh 的话，你就调查一下 Nerf 的哪些扩充可以输出比较好的 Mesh， 这样子。我是觉得 Nerf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起点呀。好，好吧，那这边大家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好像程式码就这样子了。主要就是那个 warping 的地方写起来比较复杂一点，但其实就概念就是 volume rendering， 它只是多了一个 warping， 然后多了一个 static 跟 dynamic 两个加在一起的部分，但是公式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剩下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是一样做2次inference， 一个是 coerce， 一个是比较那个要怎么讲 coerce 中文是比较粗糙的模型，一个是比较 fine 比较多细节的模型。那也是一样用那个 importance sampling， 就是在物体多的地方，就比如说
这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 sigma 比较大，那我们就第一次 sampling 是等间距的那个采样，那第二次呢，我们就在物体多的地方多采几次那个采样点，然后这样子重现出来的那个场景会比较精细。这边也是用到那个 importance sampling， 一模一样。好，对啊。大家还有什么这个论文啊，或者是程式码比较想要知道的吗？大概讲过就是这样子了。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难的就这个 warping 的 rendering 的部分。那目前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自己是觉得，当然也看你的应用。那我自己是觉得，它训练出来的那个细节并没有到太高。就比如说，你看那个 human nerve 好了，一些重建人体的nerve 的方法，看一下哦，这一篇我没有看过。啊，这边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下面这个好了，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衣服右边的话应该是这一篇论文的结果啦，就看起来比较好。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衣服啊什么脚上的皮肤，其实它都细节没有做到太好，没有办法重现太多的细节。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拿去做游戏之类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是几十年前的游戏，就是那种看起来解析度很低的那种游戏，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对，当然不只是人啊，你套用在大的场景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什么啊？现在想不太到。那个套用在 tanks and temples 的。啊 ，nerve plus plus。nerve plus plus，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在这个地面这个是一个公园，它地面是很多沙子。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并没有重现出沙子的那个细节，这其实都是一片灰，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就是它细节的部分重现的并不是很好，它还是会比较偏向，就我们昨天有讲的那个 coordinate MLP 嘛，我们是说加入 positional encoding 可以让它细节重现的比较好，比如说那个狐狸的毛。但是如果是大场景的话，其实单纯加那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就是细节的地方还是会变得一团糊。对，好奇 nerve 能代替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如果只是构造的话，就是你不要加颜色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之前也给大家看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对啊，它就很好的重现这个3D 的那个形状，但是颜色的话就不一定了。这个是 render 出来的结果，但如果是 mesh 上面直接加颜色的话，目前好像还不是太好。有一个 CT nerve， 对，有一个 CT nerve， 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但我上次有介绍过。对，它是用那个 Google Earth
的那个3D 模型去训练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可以构建一整个城市，然后你可以从地球上往下看，对啊，你可以从地球上慢慢缩小，然后慢慢看到这个城市的细节。对，但这样其实问题还是一样啊，就是细节的话没有办法重现的太好，就是近看的话其实还是一片糊的。只是大概知道哦，形状长那样子。对，我自己觉得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情况下，那个 texture 没有办法很好的重现。那这是就是你要假设未来要套用在游戏方面，比如说那个刚才那个人类的。不见了。刚刚那个人，假设你可能未来想要做一个游戏，然后里面的人都是 Nerf 生成出来的人，那你可能就看起来会像20年前做的游戏一样。或者你什么游戏的场景要用 Nerf 去把它，就是你就拍现实当中的一些城市，然后你用 Nerf 去把城市重建，然后你要在虚拟的环境里面把它叫出来，那可能看起来就没有实际 CG 做的那么真实。好，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对，就是昨天那个影片啊，昨天那个直播，我就说就是非常惊讶，就是他已经突破1000多个观看，然后订阅人数，当然也不是完全那支影片，就是但是昨天到今天的订阅人数就突然多了70几个，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呢，观看次数多，那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那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就是看别人讲论文，我会按他不喜欢。那我按不喜欢的原因呢，大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不够详细，就有一些地方，他怎么没讲？这明明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会，不会才不讲。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按他不喜欢，或者他很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结果他没有秀出来之类的。对，那昨天的直播也有一些人是按了不喜欢，所以。如果是觉得我讲的不够详细的话，那欢迎就是在留言区发问，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想要知道多深，有一些深的东西也是需要讲比较久。如果讲太久呢，又没有人想听，就会觉得比较不好。对。后台还是看得到，对啊，就是现在只有影片的所有者可以看得到，有谁按不喜欢，观众看不到，没错。对，啊，昨天的好像有5个人按不喜欢，还蛮多的，所以比较好奇是什么原因不喜欢。但说明他今天也没看，所以不知道。我自己是推断，可能是觉得讲的不够好，不够详细。我最早关注从Cast and VSNet 过来的，对，但那个好久以前了，现在也没有到忘记啦。但我现在没有在做那部分了，没有在做点云的重建。但喜欢不是我，谢谢。对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推特，但现在比较少 po， 但是有什么要直播的消息，我应该都会发在推特上面。对啊，现在还是顺便再打广告，还没去看也不是你啊，你还没去看，那我又可以再多几个观看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推特，
就是有什么直播的讯息，或者是一些个人的比较一些生活上面的消息都会发在上面。对啊，最近这一天2天，就是订阅人数多很多，觉得很好。对，然后现在就在继续做我的那个 Unity 的环境，然后再看我的人物要不要更新这样子。好吧，那这篇论文就这样子程式码也大概讲差不多了。那还有其他想要问的吗？就是不只是这个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发把妹指南吗？不会吧？不会啊。自驾车哪里会用到这技术？自驾车，就是我之前研究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重建3D 的场景，然后把那个场景拿来，把它拿来生成那个训练资料，因为就是自动驾驶我们就需要很多个资料嘛，那你没有办法就是实际跑那么远的距离，因为要花车钱，要花油钱，你要自己设定那个照相机的，你要自己设照相机，然后又要比如说要雷达、光达之类，你都要自己设定，然后又要 calibration， 要把他们的那个相对位置之类的算出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想一个方法，就是能不能我们就是只跑一次就好，我们做一次这个 calibration， 然后我们拿这个 calibration 的车去跑一个场景，然后跑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场景用 Nerf 之类的方法把它 3D 构建出来。那有了这个构建出来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Nerf 它的这个变换视角的方式，去自由的生成我们想要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可以生成一些平常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个驾驶资料，比如说，因为我们开车就要正常的开嘛，你不能怎么开到人行道上，或者是去撞墙之类的，这些资料是永远没有办法取得的。但是用了这个 Nerf 之类的方法之后，你就可以有了场景之后，你就可以自由的生成照相机的轨迹。比如说，你就可以设定照相机让它就是创造一个撞墙的轨迹，或甚至是设定让它开在人行道上，这些都是你可以在那个 Nerf 里面办到的事，就有点像是那个模拟器一样。但是这个模拟器呢，它里面的场景不是虚假的，不是 CG， 而是真正的资料，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一个真实的模拟器。对，把人去除也是其中一个应用吧。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场景，它始终都有人，你没有办法得到没有人的资料，那你就可以用 Nerf 或者是这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去把人去除掉，然后得到那个完全静止的一个场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利用。对，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就是更多的训练资料这样子，然后拿来训练，比如说2D 的物体侦测啊，或者是那个深度什么的，反正就有很多。对，用 AI 把妹吗？用 AI 把妹吗？应该用 AI 生成一些这种告白的句子之类的，然后拿去跟女生告白。原来如此，谢谢你。或者是用什么DALL-E，现在那个讨论度最高就是DALL-E 2，它可以生成很多就是非常真实的影像，就给它一个，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现在的推特都被这些洗版呢，但我还蛮喜欢看的，就是大家就会分享他说用一些很奇怪的句子，然后生成的照片，哇，好真实哦，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是什么？An astronaut riding a horse in a photorealistic style。然后你输入这样子的句子之后，这个DALL-E 2的这个神经网络就会输出一张，这个是一个太空人骑着马，然后
的一张真实的照片这样子。哦，对，有时候同步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我头一直在动，我没有一直看着前面，我是左右在动。好，晚安，晚安，应该快结束了，或者我们随便按一些。Teddy bears working on new AI research on the moon in 1980s 哈哈，就是生成泰迪熊在月球上就是做 AI 的研究这样子。但这目前还没有开源，应该不会开源。对，你就是要现在的话是可以申请啦，忘记在哪里申请了，这里。哪里啊？这个 Join Wait List， 我现在是有 Join 了，还没有收到许可，因为应该加入之后，他如果哪一天轮到你，他会发信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试用。晚安，你要去把妹啊？好，有办法创个模型判别人类是否诞生吗？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只靠一张图片，你可能要很多身家资料，然后你就拿他的身份证来判断他那个配偶栏上有没有名字。这也不用 AI， 你就看到那个栏位有没有东西。还有其他的资料，你是说这个吗？还是你问的问题？你问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其实论文我还没有看过。他的训练资料是什么啊？应该是有一对的吧？应该是人类给他的，我感觉是这样子，不确定。应该是有很多个那个 pair， 这些是 AI 生成的啊，但不是即时生成的啦，它是应该是先准备好所有 AI 生成的结果，然后你点就可以马上看到。对，但我还没有尝试过，所以不知道生成，比如说需要多久时间啊？然后如果这个字用的比较复杂一点，会是怎样？对，但是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大家如果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奇妙的图片，你可以点开来看啊，这个没办法点开来看，但你可以放大它的右下角。大家看到右下角这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些方块。就是许多颜色的方块，那这个是 OpenAI 它特意给这个 DALL-E 2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要求所有人在 DALL-E 2做出来的、生成出来这些图片的右下角都加入这个模样，代表说这一张图片是 AI 生成出来的，是假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生成图片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比如说，你就生成说什么那个川普杀人之类的，你就输入这样子的文字，那它就输出一张川普杀人的图片，那这样子就对那个人很不好嘛。对，那就为了防止这种滥用的情况，所以 OpenAI 就要求说，但现在也只有他们可以生成，就是要在这个图片右下角加入这个模样。然后代表说这一张图片是生成出来的。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啊。那我对，或者是你来直播上问都可以。对，所以以后大家如果看到什么很奇妙、很神奇的图片，先看看右下角，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些所有都有这个图案。浮世绘的泰迪熊，然后再买东西。
Wow. A bowl of soup that is the portal to another dimension. 次元传送门，次元传送门之汤，这很酷。怪兽汤。As a planet in the universe. 汤星球。哦，看一下 Disco Diffusion。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Diffusion 描述梦境，一个中文的知乎专栏。哦，这个方法也是从文字生成图片是吧？我花了2个小时才生成，但是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来用欸。哦，这看起来还不错，可以自己下载来生成。但也需要10多分钟，也蛮久的。Disco Diffusion。但他这边是说梦境是为什么？应该不止梦境哦。应该是怎样的都可以吧。Colab Instance 很难啊。那我们看一下别人的影片。他说这个是生成出来的图片。一个飞船在神秘世界里是这样子吗？这是一只虫吗？一只虫在什么地方吗？哦，它的那个画风很像游戏的画风，我感觉。好，之后有时间来试试看玩这个。哦，很烂，好吧，很烂，跑太久是吗？好。哦，对啊，这个这个是啥来着？这个是达里2，这个是达里2，然后它就可以生成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一只狗戴着贝雷帽，这是什么？手上有草在长，然后泰迪熊在做化学，这是什么？好搞笑的。如果家里有CUDA GPU， 最好下载回来用。对。不过 Colab 不能用 TPU 吗？这不是免费的我还没有用过就是了。我之后可能会开一集讲 Colab 怎么用，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介绍，就是看一下我能不能在上面训练东西。如果可以用 TPU 的话，我想试试看，在上面训练一下程式，看会不会比我在这个本地跑还要快一点。Colab 是闲置太久，对啊，闲置太久是自动断线，没错。很小的 TPU， 很小，但应该还是比家用 GPU 好吧？会吗？
不会，超烂的，真的哦，真的哦，CPU 还会比 GPU 烂，好吧？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比较一下跟在我本地训练的那个速度差别。好，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应该就到这里。那对一开始没来的观众，可以再跟你们讲一次，就是昨天那个 Coordinate MLP，就是很多人看，所以呢之后可能会再讲一个它的扩充，就是把这个重建一张图片的方法，把它再做更效率化。就是把一张图片呢，它可以切割成很多个领域，比如说像这样，就是这种很模糊的地方，而且颜色又很相近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划分在同一个领域里面，然后用一个比较小的 MLP 去训练，然后这种高密度、高材质的地方呢，我们用另外的 MLP 去做训练。这样子透过这种分割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同时提高训练速度，然后又加高那个训练的精确度，这样子。那对它的底层还是使用这个 Coordinate MLP， 但它就是加了这种分割的技巧，让这个效果更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之后写程式会先从这个开始，写程式的直播会从这个开始再写这样子。或者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想要我介绍的论文、Nerf 之类的，或是程式码，也欢迎就是留言告诉我。现在的话是有观众留言说想要听我讲这个 Direct Voxel Grid Optimization， 这个我也是有看过，所以下一次介绍论文说不定就讲这个。现在 Colab 显示一会了哦，太多人滥用，大家都写一些机器人在假装没有显示，笑死。这个好像 MPEG 和 JPG 的 FFT， 你说刚才那个吗？把它做 FFT 然后再重建。对啊 ，Positional Encoding 其实就很像 Fourier Transform。然后呢，下礼拜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就礼拜五跟 Noli 写程式，然后礼拜六程式密室逃脱，就这2个吧。写过一段时间就戳一下 Colab， 我太久还是会被发现。那你可以执行一段程式吗？就是说，比如说你10分钟就执行一个什么 A 等于 E 之类的，这样子有用吗？每10分钟去执行一段程式吗？Colab 里和 Google 和用户的对弈升级过无数次，然后我很久没有用了，因为反正现在就是自己的电脑都安装好所有的东西，就很方便。就你第一次安装就比较烦，就安装酷打 CUDNN， 然后其他东东比较麻烦。但安装好之后就要做什么，就创建一个新的抗打的环境，然后安装所有需要的资料包，就差不多了。自己的电脑票也不会离线，对啊，也不会离线。好，那
Hello， 于清韵，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你的名字。初见安安，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要讲完了。这个的话回放的话，明天晚上应该就有了。今天讲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论文跟程式都有讲。对，那最后的话，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对，原来要结束了。对，下次直播的话，你可以就是看我的推特或者是那个 YouTube， 它都会有预告吧，预告什么时候要直播，对，就可以关注一下。下次准备讲什么？下次论文的话，应该就讲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 Direct Voxel Optimization， 就是他把这个 Nerve 的训练时间又加快了非常多倍。他说他现在只要5分钟就可以训练一个场景， Nerve 的话是要10几20个小时。对，那这个的话是加快训练速度。然后程式的话，可能就讲刚才那个 Miner 吧，就是昨天的 Coordinate MLP 的扩充版。但那个等我写好再说，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想法，说不定写不出来都不一定，先试试看。感谢分享，谢谢。好硬的主题，回到大学时光。对啊，人生就是不停的挑战。对，我们现在因为我是做研究的工作，所以会一直在碰这些主题，让你回到研究所的时光。还下不下棋？应该不会了吧？因为我发现没什么人看，还是做这个深度学习看的人比较多。有听到吗？我昨天讲完那个之后，哇，那一支影片1000多个观看，才1天就1000多个观看，然后订阅人数飙了70个人，超级多。对啊，受宠若惊。好啦，那让围棋冷却一下，说飙的太快了，我们也需要先缓一缓嘛。那我之前下棋又一直输，超讨厌，因为一直讲话，讲一讲就哇爆炸。搞不好里面会有一堆人下棋，有吗？大家有什么下棋的兴趣吗？围棋、象棋、西洋棋之类的。但如果你关心 AI 的话，你一定会知道 AlphaGo 就对了。AlphaGo 对阵李世石，2010几年？16年。我今天才去看那个机器人展，那里面就讲到 AlphaGo 对阵李世石。Nerve 蛮流行的，对。其实已经流行很久了。它是2020年4月的时候第一次发表，现在已经快2年了，但热度没有再消退。因为现在顶级的学会还是有很多那种 Nerve 的扩充手法去投稿。我自己也投了一个嘛，就是在 iCra。那今年的话是5月24号、23号开始。那我的话就同一天也会开一个直播跟大家讲我投稿的论文，也是跟 Nerve 有关的，跟刚才介绍这个 Neural Thin Flow Fields 有关，然后就套用在那个自动驾驶的场景里面。图学不是你熟悉的领域，跟比较慢。你说这个 Computer Vision 吗？那你是学什么的？你是那个吗？声音还是 MLP 之类的吗？体力在一级徘徊，从来不走定时。还有一个比赞的手势。而我自己也很少走定时，应该说我只会走超级简单的木鼓定时，还有那个星位挂来跳那种，或者进33那种超简单的。
剩下的我都不敢走，因为我怕下错。期待已经投稿上啦。对，投稿的话是去年的9月的样子。对，去年9月投，然后等到2月他发表就是通过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再期待下一次跟大家的相聚，我们可以再聊一些别的东西。礼拜5那一场应该就大部分会在聊天，反正他就是比较会说话的那一种。那我们主题还是写程式啦，就聊一些比如说 Python 会用到的一些可能比较不常见的一些函数，但你用了之后写的那个效率就提高之类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应该是周5再见咯，大家晚安。蓝佑明晚安，辛苦啦。好，你也是。大歪晚安，晚安，大家晚安。Okoro 晚安，辛苦了。对，连续2天一直讲话，就觉得喉咙有点干干的，但还好，因为平常都也没有一直讲话，但一直在唱歌，所以对于这方面喉咙还是比较有自信。晚安，辛苦了，奕晨。晚安，伊凡，辛苦了，好好休息。好，对，反正我这礼拜就休假，所以就 OK。好吧，那其他聊天室的各位也晚安啦。今天就先此结束，拜拜。